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这个月你在显化什么样子人事物的到来哦。好，一样哦。第一组的朋友，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的验证牌，看一下这一组是不是属于你们的能量哦。好。我们有2张验证牌，第一张是下弦月在摩羯座，把过去抛在脑后。这一组的朋友啊，我感觉到其实你们目前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困扰、很沉重的议题，就是感情哦。这里的感情啊，并不单单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我觉得它更广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哦。就像佛家说的，人跟人相遇都是因缘。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你们在人生当中啊，经历过一种比较极端的缘分的一个困境。首先是第一种情况，就是第一种情况的朋友啊，你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有遭遇过所谓的逆缘，就是非善缘的这种逆缘哦。明明你们是很有情有义的人，然后有责任感的人，但是啊，你们身边有一些人啊，不管是家人、朋友，或是你的一些职场上的同事，他们会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或是他们找你的时候都带着一些自私的一种想法，带着一些目的哦，可能每一次联络都是在向你索取，或是把你当成某一种工具。好，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哦，觉得第二种情况是这一组的朋友当中的一些人，你们其实
生命当中是有遇到所谓的善缘的，但是这个善缘造成了一些遗憾，就是你们可能在你的姻缘中，在过去的这个人生中出现过很这种纯粹或是真心真意爱过你的人，或者是你曾经极度深爱过的人，可能是知己、长辈或是灵魂伴侣，但是你们经历了某一种命运的变故，可能你们必须要长时间的分离，或是再也没有办法相见。好，这两种情况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它形成了摩羯下弦月的一个能量，就是你会感觉到其实灵魂深处你其实是很想要去抓住一个什么，或是你的灵魂深处可能是很缺爱的。现在的你可能在用一种极大的理智逼自己戴上面具哦。有些朋友你是必须要去把一些有毒的关系狠狠的切割，有些朋友你必须要把一些很深很深的那种感情上的这种千回百转的一种遗憾，或者是一种亲情，必须要把它好像很就是强行的压在你的心底。你们必须要在外面表现的理智跟坚强，因为你有需要照顾的人，或是你必须要照顾好现在的生活，你必须要往前看，你必须要把过去抛诸在脑后。但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过去对你来说，它是不是这么容易抛弃的？你们必须要用理智继续的往前走。甚至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并不想要把这个过去抛诸在脑后，因为这里面有你过去的你的一部分，或是一些你想要去珍惜的。你们所谓的理智可能只是强迫自己要冷静下来，或是强迫自己不要再陷入到某一种内耗之中，因为也许你爱的人他并不希望你这么样子的，好像沉沦在某一种情境中。好，他希望你是开心的往前走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呢，我觉得你们好像试图的强迫自己振作起来。第二张牌下弦月在牡羊座处理你的一个感觉哇，这张牌它背景是这种熊熊的燃烧的烈火般的红色的晚霞，有一个人站在高处，他的手里呢拿着一个很巨大的这个宝石的一个碎片哦。好，这张牌在讲什么呢？首先是第一种人哦，如果你们现实当中有很多这种逆缘我觉得你们心里其实是藏有非常多的愤怒的，或者是说其实你已经把这个愤怒发泄出来如果这个愤怒是来自于亲子关系的话，你只要听到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或是血浓于水你们听到这种话，其实内心是一种很反感的感觉因为你会觉得讲这些话的人其实不懂你经历过什么？好，你曾经也相信过，但是你后来却被背叛了。那这一张牡羊座的火能量，其实是你们积压已久的愤怒。你可能会觉得很生气，为什么别人的可能父母别人的这个另外一半或是别人的什么是一个好的缘分，那为什么你的这个血缘却是你这辈子最大的一个暴风雨？好，接下来是第二种朋友就是你跟你生命中的这个挚爱有一种错过的能量因为你们生命中最核心最珍贵的爱可能留在了一个不是这么容易见到面的人身上。牡羊座的这个能量代表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击那一场告别，那一场就是分离对你来说是很震撼的，甚至有些朋友它是一个很快的发生像火一样烧过来，你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唯一的真正的深爱你的人，他可能离你而去，或者说你们就是被迫分隔，有些朋友是生离，有些朋友是死别，那你整个人你的情绪其实就硬生生的被卡在某一个瞬间，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的感觉。好，那这2张下弦月的牌放在一起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其实抽到了2个极端的星座，摩羯座跟牡羊座。这2张牌的组合就是你们现在的一个灵魂的写照。你的外表可能像摩羯一样表现得很冷静，然后逼自己要往前走，但你的内心却像牡羊的烈火一样，你有很多的感觉，你可能很愤怒，你可能就是有很多的情绪想要宣泄。那这一组的朋友啊，这个月啊，接下来要显化的是，我觉得跟大家的灵魂的救赎有关。那个真正爱过你的人，那个已经离开的人，他留在你灵魂里面的祝福，会在这个月变成你的底气哦。好，如果你觉得这2张牌里面呢有对应到你的能量的话，你就继续的看下去哦。接下来就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给我们？第1张牌是水。好，这个画面呢，有个女子低下头，然后双手捧着一小泉这个青色的一小汪青色的泉水，她看起来有一点点的疲惫。佛家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水呢，它是世界上最温柔也最有修复能力的一个力量哦。我觉得这个水啊，其实代表了你从以前到现在为人生所流的所有的眼泪跟执念。对有些人来说啊，这股水它可能是无尽的思念，可能是你对于你人生的委屈所留下来的眼泪哦。接下来啊，这个月啊，宇宙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它是一个最高阶的灵魂的智慧哦。老子里面有一句话，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好，这个不争啊，这2个字哦，很多人以为它是一种懦弱，是一种任人宰割，其实不是的。水之所以不争，是因为水知道自己的本质是很珍贵的。我们并不需要透过跟别人竞争，然后争赢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这组朋友，过去你可能想要跟命运去争一个公道，争一个对错，争一个结果，但是你可能会发现，我越争我心越累，满身是伤痕，为什么这么痛？我只是想要一个公平。好，那这个月呢，这股清泉啊，要来抚慰大家哦。他呢，想要告诉你，真正的不争是，我放过我自己了，我不陪你们玩了，我不去跟那些让人烂事，或是现实中的那个无奈，不再去跟他们争对错，因为我看清楚了，那些不值得哦。我要把那一些这种内耗的留下来的泪水，通通都收回来。我要拿这些水啊来滋养我的灵魂哦。不管大家过去受了多少委屈哦，宇宙接下来都会用这个清泉温柔的接住你，帮你洗涤你内心中的一个伤痕哦。这个并不是认输，它是一个最顶级的智慧跟强大。所有的沉重的枷锁会在这个月慢慢的被冲刷洗净。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啊，你们内心还是有非常多的不公，觉得说，就白白的失去了吗？我就白白的丢失掉这些了吗？我的金钱，我最爱的人，这个感情，或是我花那么多时间心力，很心爱的很真爱的一个东西，你们舍不得放下，因为你觉得某一个判决或是某一个结果是不公平的。为什么造成
这个不好的事情的人，造成错误的人，始作俑者本身，他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这个报应，或是说，你一边在承受的痛苦，然后一边又在想着，为什么你要去为别人的错误承担接下来的后果呢？而真正犯错的那个人，真正好像造成你们困扰的人，他却可以继续过好日子。像你们这样，比如说善良的，没有去伤害别人的人，却要因为别人的错误过失等等的去承担这些。有些朋友你内心确实是非常非常愤怒的，但是宇宙想要送给你的更高阶的智慧，就是他们做的事情自然而然，这些不好的因果会回到他们的身上。我们下一张牌是这个大爆炸。好，当我们退回到水的状态之后呢，我们紧接而来的是一个雷火电光火明的一个能量哦，有一个巨大的像原子弹一样的这种云在火光中彻底的炸开，它很像是代表某一个世界的终结。有些朋友，你们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之后，你可能会想说，我是不是完蛋了？我是不是就一直在这个死胡同里面前路茫茫，不知道怎么走？这里宇宙想要跟你说不破不立，大彻大悟哦。一个旧的世界毁灭，它其实是为了下一个新的世界的诞生在做准备哦。你们的生命没有完蛋，你这个月核心的显化在于一场业力的了结，以及新的时间线的破局哦。而且你们生气的事情，不甘心的事情，你不需要跟他争，宇宙会亲手的帮你去解决哦。好，这个大爆炸的能量，它会切断所有的这种有毒的旧的结构，某一种牢笼监狱困住你的心，或是外在的一个牢笼，统统都要被炸毁了。宇宙在帮大家进行一个强行的断舍离，因为宇宙想要让大家重获身心灵的自由。好，当旧的包袱清理干净之后呢，你们未来就有新的空间可以去做主。因此这个大爆炸它并不是终点，而是你拿回人生自主权的一个起点哦。当你们转过身才会发现天其实慢慢的已经亮了。所以我觉得这两张牌并排在一起哦，它其实就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它其实就是一个先破后立，非常有希望的能量哦。好，因果各有宿命哦。有些朋友你的业力已经还清了，你的过去可能受了伤，但是你的未来绝对没有完蛋。这个大爆炸之后，我们迎来的是温暖的阳光。接下来你们会显化出一个全新的、清爽的、完全由你做主的新的生活。好，那对于那些已经就是分开的人，或是一个无法见面的一种挚爱的能量我觉得他们对你的爱会在这个月变成你身上最坚固的一个盔甲，所以把心定下来，好好的往前走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塔罗牌的能量哦。好，我们看到第一张牌是金币的侍者，这一张牌它是一个土元素的能量哦。它是一个大家你们思维的彻底转型我觉得你们的理性的思维会跨越，会突破了感性的内耗，你会用你的认知跟行动去建构属于你的护城河。你不再探讨别人为什么伤害你，而去开始去分析你自己的精神，你自己的时间的成本。
这张牌啊，它在物质层面上代表一个很清晰的实质的指标哦。有些朋友，你可能在延续某一个事业，或是一种传承到你手中的一个事业，你想要把它就是很踏实的建立一个有长远价值的一个体系哦。那在这个阶段中，我觉得你会在现实中展现出某一种高阶的清醒，你们不再会就是陷入一种对于未来的虚无感，而是你会透过这种冷静的分析，盘点自己的这种资源，来重新的去正式的启动某一种，比如说商业的模型，或者是一种新的项目未来这个新的开始，新的这个时间线一开始，它可能就像逝者一般它是有一种青涩的能量，但同时它也具备了一个绝对的好奇心跟绝对聚焦的一个生长因子哦。我看见你们会愿意在你相信的事情上就是拨出你的时间跟心力去精进它，或者是优化它，那这个呢都会转化成你们的一个底气哦。好，那这张牌在生理上，我觉得它带来的是一种身体机能的强制修复哦。过去嘛，你们可能必须处理一些现实的高压的环境，或是一种心情上的这种悲伤，所以你失眠，所以你长期的过载。那现在有一种高纯度的物质能量落地了，你的身体会重新找回跟生活的连接，你们会发现自己能够享受一场有深度的踏实的睡眠哦。过去因为情绪内耗产生的一些生理上不舒服的机制都会在此时此刻获得一个实质上的一个缓解。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圣杯侍者这一组牌对应到的是一个圣杯的温柔的水元素哦。这组朋友你们的心可能已经快要麻木了，或是很干涸了。接下来呢，现在这个月要开始有不一样的这种温暖进来了，它是一种高防卫机制的一个松动。当你的这种感知力在历经了这种漫长时间的钝化之后呢，你终于可以重新的开始接收到外界一些善意的一个讯号。这个世界上有不好的人，或是你经历的这些恶人，但同时善跟恶是相对的。既然有所谓定义中不是这么好的人，诈骗的人，或是利用别人善意的人，或是随意造成别人麻烦的人，但同样的也有另外一种人。好，接下来呢，你们要重新开始接收到外界的一些善意了。圣杯侍者它代表一种很纯粹的能量，在人际的关系中，在社交中，在职场中，在这个亲密的关系中，大家你们会接收到一个就是全新的善意的一个讯息，它是无关乎利益算计，也没有那些世俗的考量的，就是很纯然的一个善意哦。最快在未来的1到2周之内，你们的生活会发生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可能是一个你的职业的这个社交圈内，或是日常的圈子中，会出现一个没有城府，他带着一个纯粹的合作的热忱，或是他的思想是很干净的一个伙伴，来到你的生活的圈子跟你交流。或者是你们会收到一个他并没有功利目的，纯粹是想要表达感谢或是一种致敬的一种关键的讯息哦。那这个人或是这段关系的来临并不是为了去跟你交换什么样子的利益跟筹码，它主要是一种我觉得它主要的任务是一种清澈的镜像，他想要去打破你脑海中一个思维的惯性，
过去啊，你的身边可能有很多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以你必须要全副武装。现在呢，你可以放下了，你可以享受，或是你本来就应该值得某一种尊重而且温柔的对待。那这张牌在行为模式中，它更深层的显化是，我觉得你们会被这个温暖的善意的能量推动，去做出一个主动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决策就是有时候如果身边外在的能量是不好的话，我们就要强行的切断。你可能过去去承担了很多不属于你的一个后果，或是不断的去弥补他人的一个错误，去补一个坑洞。但接下来啊，你们的注意力会被某一个这种全新的知识领域或是心理学所吸引，或是某一个就是纯粹是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个人喜欢的这种感官爱好啊，有些朋友可能是就是你很投入的一件事情，不管它是娱乐的，或是它是一个知识性上的一个学习你们会将你的注意力转到这些事情上，你喜欢的事情上，然后它是一个完全可以让你开心的一个私人的时间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代表了你的心理状态经历了这个长期的高压跟内耗之后，你重新拿回了精神的主导权。所以这张牌的启示它是非常有穿透力的，我们要将我们手中圣杯的水重新的灌溉浇回到自己身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是月亮我们前面呢有了物质的一个雏形跟这个情感上的纯粹，接下来呢有一个很极具张力的现实事件要发生了，它是月亮。月亮它代表的是潜意识的投射，代表的是一个被掩盖的真相，以及被长期压抑的一种生存的恐惧。这张牌啊，它代表的现实显化是一种你们的第六感要达到一个非常敏锐的巅峰也就是说现实当中这个世界会发生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这个事件或者突如其来的资讯，就是听到这个资讯，听到这个想法，它会让你拨开迷雾，看见真相。好你们之前经历了所谓的这个下弦月摩羯跟下弦月牡羊的能量。好，接下来呢在这个月，在一个新的阶段你们可能会透过某一些你听到的这个新的观念、讯息、想法，或者是某一个过去被忽略的细节、一个数据，或是一个意外看到的第三方对话，或是就是你本人一个很神准的直觉，彻底的看清楚某一些人一直想要去隐瞒你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们对于你的一个默默的一个考量或是安排这个具体事件它可能会直接击中你心里一种害怕，或是害怕孤立无援，害怕被抛弃，或者是说害怕失去的一个核心的恐惧，它会引起一些这种短暂的剧烈的一个心理的阵痛。但是呢，这个撕裂是必要的。你可能会觉得很痛心，就是为什么是这么荒谬、这么冷血的一个结局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月亮的洗礼代表的是一个彻底的精神的排毒，它是用一个很决绝的方式将谎言戳破，甚至有些朋友你会放下心中的一些圣母人格，或是一种好人或是一种太过心软的一种相怨吧，就是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放下。也不要再过度的妥协，或是自责，或是觉得自己要多忍耐一点。我觉得这张牌它用一个最冰冷、最清醒的现实去穿透你。好，你在某方面真的已经付出很多了，而
真正应该要负责的其实是对方，你也看清楚了对方的底牌，所以你内心的最后一丝这种自我救责感才会被连根拔起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接下来你们建立的是一个坚不可摧、刀枪不入的一个顶级的战甲哦。好，那这一组的朋友们来看一下最后这张塔罗牌要传给大家什么讯息。好，又是金币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牌阵中出现了3张金币牌。大量密集的金币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而且具体的讯号，它不单纯是一个发财的意思，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你目前的生活重心，或是接下来的命运显化，它会转向一个高度的务实，或是追求安全感，还有物质重塑的一个阶段哦。你们会进入一个高度的一个清醒时期哦，你们厌倦了某一种虚无缥缈的情绪内耗、承诺或是道德绑架，你们会用冷静客观的角度去检视身边的人际关系、家庭跟事业等等的，你会想要真正的可以拿在手里带来实质安全感的一个东西哦。同时呢，这3张金币牌连在一起啊，它也代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定海神针，有关于你们财务资产的一个重组哦。金币牌就是物质、身体、世界、世俗这个秩序的一个载体嘛，金钱的一个载体大量出现的时候，代表说其实你们接下来的1到2个月内，生活当中会出现非常具体的一个物理的变动，或是物质的金钱的一个大的事件哦。比如说呢，资产或是某一个计划的落地，你们可能正在准备或是即将迎来、即将执行一个长期的投资计划，或是理财的一个这种规划，或是一个启动这种就是源源不绝的这种现金流的一种项目等等的。还有啊，第2个代表物理空间的一个重塑，这个通常跟买房、签下重要的合约、搬家或是重新打造一个你自己的这种生活空间有关哦。代表说其实你们在物质世界上正在打下一个非常坚固的底气。第3种对应到的是身体机能的一个修复哦。土元素呢也对应到承载我们的一个躯体哦。如果大家你们过去长期处在一个高压、紧绷或是孤军奋战的一个状态，大量的金币牌其实是在向你们的身体发出一个强制修复的讯号，所以我们开始可以交感神经可以开始放松，许多因为心理内耗而衍生出来的这种症状啊，会在这个阶段获得一个实质上的一个缓解。同时宇宙也强迫大家要做出一些具体的动作，就是我们要把能量收回来，喂养你的一个肉体，我们要踏实的吃饭，安稳的一个睡觉哦。好，这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其实是非常有底气的，你不需要靠任何人就能够将眼前的荒芜去建立成一座坚固的城堡，而且呢，因为它是你实质上建立起来的，不是依靠别人的，所以呢，其实你在现实中的话语权其实能够彻底的确立。好，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未来的你手里有钱，心里有底气，而且金币牌要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一个你失去很久的东西，就是安全感。可能你因为怕失去、怕受伤，所以你很努力的想把所有的事情做好，希望呢命运不要再把你珍惜的人带走，也不要再让你失望。其实最后这张金币一样，他想要告诉你的是，宇宙并不是要让你忘记那一些曾经深爱过的人，也不是要假装说这些伤没有发生过，而是他想要告诉你说真正爱过你的人即使已经离开了，即使他现在不能够再陪伴你，他们给你的爱从来都没有消失。有些人离开了我们的身边，但他们没有离开我们的生命哦，他留下来的其实是一份在你心底的勇气跟力量哦。这组的朋友啊，金币牌代表的不只是财富，而是你们的生命开始扎根了，你们会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的一个边界哦，不用再委屈自己，你们绝对有能力把日子过好哦。
那一些曾经走过的黑夜都会慢慢变成你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养分，不仅是滋养你自己，也可以滋养你身边非常重要的人。好，那祝福第一组的朋友勇敢走向属于你们的人生哦。最后呢，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了解自己及未来的方向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塔罗课程，学会这个塔罗的知识跟技能哦，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好，下期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好，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是这个月你要显化什么样子的人事物，什么样子的好消息来到你们身边呢？一样哦，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看一下这是不是属于你们的能量哦。好，我们的第一张牌是满月在金牛座。好，排毒哦。金牛座啊，它掌管的是物质世界中的资产，还有最实质的一个财富的护城河。那我觉得这一组朋友啊，我们迎来的是一轮满月，代表说，一个能量的周期到达了最高峰哦。好，你们呢，其实是身上有一个非常迷人的一个能量哦，但也很容易可能被一般的人误解或是不理解的某一种反差。我觉得其实你们的灵魂啊是非常的自由的，永远都是望向远方哦，你想要去探索，但是你的生活手段，你的生活方式是很脚踏实地，是很尊重现实的。很多时候啊，我们传统的这个成功的标准有它固定的一个模式，你有多少资产、你的物质、你的车房等等的，但是对你而言呢，那样子的生活模式不见得是你想要追求的。我觉得你们想要追求的是某一种生活的体验，你想要在这个世界的游乐场中尽可能的去看、去玩耍、去经历。那金钱呢，就是你的一个代币哦。你们非常了解金钱真正的价值，你们对于金钱也非常的清醒跟在意哦。对于你来说啊，你会把金钱用在你想要体验的事情上，比如说买机票，或是去不同的城市旅居一段时间，或者是去体验一个你很好奇的全新的领域，你享受那种感官全面被打开的一个震撼，还有你喜欢生命经验的扩张，因为那个才是真正能够滋养你一辈子的东西哦。对于你们来说啊，如果这个旅居或是这个灵魂的冒险没有财务主权，没有金钱在背后作为支撑的话，那个其实叫做流放。而你们所想要的是一个手里其实握有足够筹码的一种生活，这样子对你来说它才是一种体验，它才是一种享受。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双子座，下弦月在双子座，清理你的头脑。双子座呢，掌管的是好奇心，还有资讯的一个交流，还有对这个世界一些新鲜事物的强烈的渴望。那下弦月它代表的是能量的收缩跟格式化，它是一个强制的清理的程序。所以呢，我就延续上一张牌哦，你们的灵魂啊，住着一个无可救药的浪迹者，你并不想要一辈子都安稳的守在同一个地方。其实你们的骨子里渴望去探索，或者是渴望打破制度，渴望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交流哦。你们可能正在具体的规划，选择去一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去居住，或是旅居一段时间。你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你想要去走访那些没有去过的未知的角落，你可能想要在某一个异国的这个咖啡厅去做一个下午，或是渴望在整个世界的旅途中去认识那一些拥有不同背景文化的人，去听一听他们奇特的生命故事，去认识那些自由又有趣的灵魂哦。
对你来说呢，这个是很迷人，也是很令人上瘾的一个体验哦。所以你们的生命的故事啊，其实不断的在扩张哦。但同时啊，你们的理智，你们头脑理智的那个部分也清醒的在提醒你说，某些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去留意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护城河，或者说我们要进行一些精打细算的方式，让你能够好好的去享受这个世界哦。之前啊，前阵子可能在现实跟理想的拉扯之间，你会觉得，有一些资讯对你来说其实是过多的，或是太多的负荷，身边呢还有一些纷扰的这个世俗的杂音哦，或是整个社会的一些集体的焦虑，一些约定成俗的这些规矩哦，那这些声音啊，会让你的精神感到很疲惫。而这张神谕卡的出现啊，其实我看见你们强制的在去为自己的精神建立一道防护墙。我们要关掉那些焦虑的杂音哦。你们内在的清醒会帮助你在大脑里面去做一场大扫除哦，因为其实你们非常的清楚，安定呢，某些时候对你来说，它其实是一种束缚。流动自由才是你们真正的生命力哦，所以一旦目前的环境开始限制你、消耗你的灵性的话，其实你们会想要设法的转身离去，去寻找下一个能够让你们自由呼吸，然后能够感到自在的一个新的地方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对自由的渴望其实是很纯粹的。一方面呢，你们用金牛满月的能量，然后去盘点物质的筹码。另外一方面，这个最敏捷的双子下弦月的状态，又帮你保持住灵魂的鲜活跟独立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进入到解牌的部分呢，如果你觉得有符合到你的话，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你们正在显化什么样子的人事物好消息哦。好，首先呢，第一张牌哦，哇，这张牌呢有一个侧卧的女人哦，然后她身边围绕着大象、猎豹、白狗，还有这个灵动的小鸟跟猴子。这一张牌呢，它是一个打破所有常规界限的牌哦，它让全然不同的生命和谐共处在这个画面中，所以这一张牌代表说，在灵性的层面呢，大家即将进入到一个高维度的灵性的共生圈，在未来的这个月内，你会显化出一个很具有这个包容力，充满这种多元有趣灵魂的一个全新的社交圈或者生活环境。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和你以往生活圈截然不同的人们，他们就像画面中的各种动物一样，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独特的生命经验、色彩还有灵性的磁场。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生命故事，或者是说过着一种你过去可能很难想象，但是却很羡慕的某一种自由的生活。在这样子能量的吸引下，他们并不会用一些世俗的教条来去评价你，去规范你，也不会去塞给你很多这种比较的这一种焦虑感哦。在他们身边呢，我觉得你会感受到一种灵魂深处的放松哦。你们会产生思想跟思想的碰撞，你会去看一看别人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活法，去交换你们不同的生命的故事。而这些有趣的灵魂呢，就好像你的能量补给站一样，他们会用很高的这个包容哦，帮你把你原先有一点点疲惫的这个精神世界啊，重新的帮你充满电。所以呢，你们呢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而且我们第二张牌紧接着它就是一个实际的事件跟行动哦。第二张牌给人一个让人很怦然心动的一个浪漫的这种提示哦。我们看见有一双手，它握着方向盘，那它的目光看向的是一条蜿蜒的充满无限可能的一个路哦。好，这张牌在说什么呢？
在紫微斗数里面呢，这张牌的能量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能量显化，它叫做鹿马交驰哦。这里的马指的是天马星，代表的是位移、远行，还有去探索未知世界的能量。那这个鹿呢，就是在前面的金牛满月里面呢，所用的这个务实的理智，帮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些物质的一个筹码。所以当鹿跟马在你的生命交汇的时候，它会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祝福，代表说你的每一次出发，你去体验这个世界的每一笔花费哦，它绝对不是平白无故的浪费或是消耗哦。相反的，我觉得这些新奇的体验啊，这些大开眼界的时刻啊，其实都会回过头来转化成更强大的丰盛磁场，滋养你的现实，让你的显化能力变得更强大，帮你去赚取更多的筹码，更多的硬核的底气。所以呢，你越是前进，越是发动，你的体验就会越来越丰盛，这个丰盛会反过来滋养你自己。好，在灵性的层面呢，我觉得这条蜿蜒的公路它其实也在邀请你哦，就是你跟世界的某一个远方的坐标能量已经完全的对齐了。可能你过去有一阵子在脑海中是有在想一些旅游的规划，或者是一些你想要去探险的蓝图哦，在接下来的这个月，它都不再只是一个天马行空的空想哦。我觉得呢，你内心这个精明无比的理智的这个部分呢，已经帮你盘点了所有的物质的筹码。宇宙会在这个月为你送来一张关键的机票，或者是一段放松的时间，或者是一个可以让你理直气壮出发的契机哦。这个方向盘呢，就是你拿回人生的绝对的财务主权跟精神的主权哦。所以呢，我看见其实你们的底气已经足够了，现在宇宙邀请你去踩下油门了，让我们出发，让我们启程，让我们去看看想要去看见的风景哦。所以我看见你会实际的用你的步伐去探索这个世界哦。你们不再是被动等待命运安排的乘客，你会主动的去争取，主动的去发现，然后你一边呢看着地图，一边很沉稳的握着这个方向盘。所以呢，你们这个探险啊，其实是有一个方向在的，它并不是好像很这种漫无目的的，没有规划的，然后就是一头栽进去。你们做的这个探险探索，它很浪漫很自由，但它背后是经过一些风险的计算跟考量的。所以这个就是金牛座跟双子座合并的能量延伸到这一组牌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张牌呢，出现的是太阳哦。这张牌画面好干净哦，一个女子啊，她在一个巨大的饱满的金色的太阳底下，很自信的做瑜伽。好，整个人是毫无保留的迎向阳光哦。这张牌啊，真的是要恭喜大家哦，因为太阳一出现，就代表说事情要变顺利了。太阳代表的是一个最纯粹的阳性的能量哦，这张牌也传给我们一个最直接的讯号，就是未来这一个月啊，有一些卡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不顺利僵局，或是一些悬而未决的这种局势啊，都会迎来明朗化。之前呢，可能让你犹豫不决或者卡在原地的这种试探跟等待的一些焦虑哦，在这个月会彻底的水落石出。有些朋友你可能正在期待一个许可，或是一个反馈，或者是说某一个卡了很久的这个进度，这个专案的进度，一个你心中规划很久的这个计划，都会在这个月用一种最清晰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在你的面前。太阳的能量也会在接下来这个月强行的把所有的这种障碍跟迷雾都清扫一遍，扫过去。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再费尽心思去猜别人的意图，我们也不需要待在迷雾中探索。好，有一些你过去看不清楚的真相啊，在这个月它会强行的让你看见底牌，所以其实你们一眼就能够看清楚未来的路，眼前的路应该怎么走。好，更深层次，这张牌还有一个意涵，就是第二组朋友，你们的核心价值正在显现。
如果说你过去有阵子对于未来有一种且战且走，或是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状态，顺水推舟的状态，一边观察一边前进的状态，现在呢，你们会在现实生活中去找到一个就是知道自己该怎么走下去的一个底气，甚至是这个安排可能是你帮你的家人或者是孩子做的一个规划，你现在不需要再去解释一些事情了。我觉得你们的才华，你们的独特，甚至是你可能被别人认为是任性的这个自由的灵魂都会在将来的这一个月得到最实质的一个认可跟回馈。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原来呢你在你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你理直气壮、发光发热的舞台哦，所以你会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们早就已经有破局的这个能力。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名正言顺的去承接太阳给我们的巨大的能量。好，金牛座跟这个金币4连在一起，这个能量在讲什么呢？你们的灵魂永远渴望远方，但其实你们的双脚还是脚踏实地的站着哦。好，看一下这张牌哦，带着一个黑色毛帽的女孩哦，她的背景是繁华的这个高楼大厦，她正在做一个需要很强核心力量的这个单脚的一个动作。那这张牌钱币4的能量它是一种就是守着现况的能量。这张牌放在这里我觉得它很像是专门为第二组朋友打造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呈现的是一个很清醒的自我防御跟掌控力，所以呢，画面中这个女孩的姿态，她整个人带着无比浪漫的一个渴望，她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美丽，她望向天空，她的姿态是想要去更远的地方探索，但她的另外一只脚还是无比沉稳的踏在这个地面上。而大家看一下她的裙摆镶嵌着4颗闪闪发光的这个五芒星哦，所以呢，这张牌也是第二组朋友一个内在的写照。你们的灵魂疯狂的追求自由，渴望远方，想要打破一切的常规，但是你的双脚仍然定锚在现实的这个物质的地基上。好，未来的这一个月我觉得你们会拥有一个关于你财务跟资产的一个绝对的主权哦。你们并不是那种盲目就裸辞，或者是不顾后果就去流浪的这个空想家。相反的，当你的灵魂想要天马行空的出发的时候，其实你们内心的这个理智也会瞬间的上线，开始拉住你，开始帮你冷静的去计算一些事情哦。所以我看见其实这组朋友你们对于自己的金钱会展现出一种异于常人的清醒。比如说你会核对你的账目，果断的去切断一些只会消耗你但是没有实质的回报的一些烂摊子，或是烂合作，或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支出哦。那这一组的朋友看起来外在看起来你们可能是在某些物质的细节变保守了，但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个并不是小气这个保守是为了去购买让你能够自由自在体验的一种自由的基金哦。你们现在正在用一种最极致最踏实的方式去供养你那个很高傲而且自由追求的灵魂。就像画面中的这个女孩一样，我觉得你们有你们的渴望，那这个渴望要怎么去实现呢？就是谁也动摇不了的一个财务的底气哦。因为只有脚下踩得够稳，你才能够去弯出一个最自由的弧度。那你手中握着的这个物质的筹码，就是你在这个世界探索体验的时候最硬核的一个底气。好，看一下下面的牌。好，我们来到的是权杖2哦。权杖2在讲什么呢？它讲的是在既有的成就之上我们去抉择你们下一步的一个扩张。我们用钱币4站稳了物质的根基之后呢，接下来命运把大家带到了这张
主动的扩张跟一个选择的关键牌，就是权杖2。这个女子啊，她站在2根巨大的这个石柱之间啊，它背后是一个广袤无垠、看不见尽头的全新的世界。这一张牌呢，在能量上最精准的一个本质就是，我们去延伸我们现在有的一个成就，并且我们展望未来。好，这2根巨大的柱子，第一根柱子代表我们此时此刻现在已经牢牢握在手里的一些筹码、成就、专业技能、才华等等的。也就是说，其实第2组的朋友，你们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一无所有，然后被动的只能等待命运挑选的人。相反的，我觉得你们在你们的领域中，可能已经慢慢的在建立护城河，或是已经构筑了一些筹码，让你是有安全感的。第2根柱子代表说，其实大家你们想要去开拓更大的全新的世界的版图，所以权杖2在这边出现了，它点破了大家未来的月最强大的高维的磁场。你们正在面临一个关于生命进阶跟方向扩张的很神圣的抉择哦。好，过去你们可能有想过旅居远行，或是在事业、学习跟资产上的一些规划跟布局。那在接下来这个月它会从空想正式的进入到一些部署跟执行的阶段哦。这张牌的能量一样，我觉得它是有一些高傲，而且老神在在的感觉哦。所以你们其实此时此刻就很像是站在一个城堡的高处往下俯瞰的一个国王跟女王哦。你们并不是很焦虑、很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相反的，我觉得你们是无比的冷静，然后居高临下的在精算说，我应该从哪里出发，我应该在什么时间点把我的资源投进去，或者说我应该怎么样子去增加我的胜率。好，在未来这个月你的眼界跟格局会强行的被拉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哦。你们不再会甘心被局限在现在的某一个地方领域或是方寸之地哦。那一些你觉得很琐碎平庸的噪音跟限制哦，在这个月都无法再干扰你哦。你会去想望你身后的那一片广袤的世界。你的心里很清楚哦，其实如果我留在原地，我是可以过着很安稳，如果我不要改变，就这样我可以过得很安稳。但是你们的野心以及你们渴望探索的这种欲望让你并不想要止步于此。所以这一张牌我看见你们保有了现在的这个眼前的安全感之后呢，同时也有绝对的实力去这个点兵点将，你去规划下一个阶段的生命的蓝图哦。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以一个很漂亮的姿态，优雅的去跨出这一步，去收服那个完全属于你的广袤的世界。最后的牌是圣杯战士。好，我们顺应我们直觉的召唤，优雅的通往丰盛之路。好，过去所有的累积都完美的落实到这一张很尊贵的结尾的一个能量。圣杯战士这张牌本身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它是一个逆光的剪影，一个女子在橘红色的夕阳下，做着一个很优雅但是却充满爆发力的这个战士的延伸的动作，然后他的神情是很神圣而且很专注的，好像要去跟这一个巨大的饱满的月亮做交汇。好，那这张牌圣杯的战士，它其实是带着直觉跟高我的一个召唤哦。它其实很像是接收到宇宙讯息之后实际的去行动的行动者。好，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画面哦，它是黄昏，但是天空同时升起了月亮。这个呢，其实它是一个很神秘的魔幻的时刻，就是白天跟黑夜的缝隙，也是你的大脑你的理性跟你内在的直觉在同一个时空里面奇迹交汇的一个临界点。
这张牌会出现在这里啊，代表说，其实在未来的一个月哦，当你用理智筑好了安全的堡垒之后呢，宇宙会将这个魔幻的时刻推到你们的面前，为你们精准的显化出很具体的能量很高的人事物。在人方面呢，你们会显化出一个能够读懂你各种奇思妙想的灵魂的知己哦，他可能是新认识的朋友、合作伙伴，或者是某一个跟你产生深度连接的一个关系哦。这个人呢，他不需要你特别的去迎合跟解释。如果说这个人过去已经存在你们的世界中的话，在接下来这个月，你的跟他的关系会更加的深化，会进行一些更深度的交流哦。你有一些被视为是很理想化、很跳脱或是很任性的想法，在他的眼里啊，都是一个最珍贵的特质。他会支持你，然后去支持你做这些天马行空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他会成为你灵魂层面上的一个最强大的世俗的一个支持者哦。所以呢，他是一个跟你们同频共振的知己哦，让你觉得你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它是你心灵上很温柔的一种支撑的能量。好，那另外你们也会显化出一场可以把你从生活的某一些僵局中跳脱出来的某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契机哦。就是说呢，你会经历到一些具体的事件，本来被框架住的，本来被严格限制的这种规定准则，或是一些可能排程的冲突，会突然自己松动了，或者是说某一个长期绑住你的责任突然有新的替代的方案，本来你觉得不可能实现的一个安排突然被批准，或是有些东西自动被清空了。我觉得它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感知哦。原本一些把你压得喘不过气的责任跟义务，或者是说让你必须要待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这种规定或是一个责任都消失了。宇宙会透过这件事情哦，给你还来一个大解放，你能够自由的呼吸，你能够跨出你的下一步。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它也会显化出一个能够承载你精神信仰或是灵感的某一个珍贵的这种感官的一个礼物哦。比如说呢，对你而言，它可能是一个意义非凡的物品，可能是充满回忆的艺术感的一种特殊的物件，或是能够跟你的审美产生深度共鸣的一种艺术，或是能够启发你高维灵感的一个精神的物件哦。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会接收到宇宙给你的丰盛的能量。也许它是一瓶香氛，或是一个触感很舒服的一种布料，或是某一个能够让你的心安静下来的精神的载体。我觉得你每次抚摸它、触碰它的时候，你就能够回到某一种内在轻盈的一个状态。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所有的一个解读咯，所有的好运祝福大家。那如果你想要更快显化你的好运，或者是想要给自己的人生一个新的可能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把主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看的主题是这个月你即将显化什么样子的人事物到来哦。好，首先呢，我们一样进行一个验证的能量哦，来看一下这一组是不是属于你们的能量。来看一下验证牌。好，两张都是金牛座的牌卡。这一组的朋友我感受到的是，其实你们外表看起来是稳定的，但是内心正在经历某一种自我拉扯。这个自我拉扯是说呢，你会觉得你对于目前的收入、合作关系，或者是说工作带给你的价值感，你其实并不满足哦，你渴望去展现更多的一个实力但有时候你又会
有点焦虑说，如果我要求更多，会不会破坏了现在维持的某一种平衡的状态？或者说，我的能力真的值得我心目中的那个数字吗？我真的有办法提早退休吗？好，这一组的朋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新月在金牛座，知道你的价值。这张牌验证了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觉醒的临界点。新月呢，它象征着循环的起点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祈愿，而是一场诚实面对自我的一个考验考试你们过去之所以会感觉到痛苦，是因为我们习惯性的用别人的眼光来为自己标价。而这张牌在能量上验证的是，其实你们现在渴望打破这一切，你开始意识到那些外在的肯定其实都是一个镜子，真正的源头一直都是你自己。你们很像是一颗正在等待破土的种子，你一直期待真正破土的那一刻到来你一直在等宇宙给你一个确认的讯号。这张牌其实是在问你说，你准备好不再贬低自己，你准备好真正的去承认看见自己的价值了吗？觉得这个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心情转折，而是在能量的层面上，其实这组的朋友你们已经准备好为你的人生下一个阶段去给自己一个定价，值得的定价，不再接受任何廉价的一个交换。下弦月在金牛座，为自己感到骄傲。好，如果说新月是种下决心，下弦月它就是一个检视果实跟清理杂草的一个阶段。这一张牌验证了你现在正在经历一种筛选期，你们开始意识到有一些合作的对象，有一些人际的互动，或者是某一种工作的模式，其实已经跟不上你目前的频率了。下弦月是一个清理的能量它会强迫我们回头去检视，好我们过去做了什么，我们的累积耕耘跟努力，同时我们也要去看一看哪一些东西我们不再需要，特别是有一些总是让你不舒服的关系，或者是一些消耗你的一个关系如果说你们最近有一种强烈的想要断舍离的冲动的话，就是下弦月在帮助大家清理你的能量场。同时这张牌也验证了，其实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有一种傲骨，这个傲骨呢是你开始懂得保护自己的价值。我觉得它并不是自大，而是一种成熟之后的体悟。我们不再为了迎合他人而牺牲自我之后呢，第三组的朋友你们会真正拥有承载丰盛的一个底气好，那以上两张验证牌，如果你觉得有对应到你的能量的话，赶快继续听下去显化什么样子的人事物来临好，首先第一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family 家庭好，那在紫微斗数中田宅宫它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根基跟归宿，所以其实这个月大家显化的重点，我觉得在于处理好你的内在的田宅家呢其实就是大家最好的一个修行道场。佛家说烦恼即菩提如果你在现在在家庭关系中感受到一些张力、磨合或是疲惫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你灵魂升级的契机而且大家要了解这不单单只是生活琐事的一个互动，它更像是一面灵性的镜子。因为这张牌告诉你说，其实你在家庭生活中感到压力的时候，它也是你内在心机的一个投射。这个月你将显化出一种能力，让你看懂为什么你跟你的家人无论是伴侣、小孩或者原生家庭的一个成员，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模式你会发现过去那一些让你觉得很困扰的沟通的盲点突然变得很清晰，因为你们即将显化的是一种清醒的慈悲。第三组的朋友，你们不再被琐事消耗，而是学会如何将这些冲突视为共业的转化。你会发现
真正的稳定感不再来自于家人们是否去配合你的期待，而是来自于你内心那份觉知，还有你如何深刻的看见并且接纳这样子的关系哦。好，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好，这张牌呢，它讲的是一个这种指南针，一种宗教的或者是说精神上的这种指南哦。好，这张牌啊，它其实在说一件事情。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内在最真实、最纯粹的那个自己，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本心，正在觉醒哦。它是一个点亮心灯的时刻。这个点亮心灯的方式，它可以是宗教的形式，但是它并不局限于宗教的形式哦。如果说你们有信仰的话，它可能代表说你跟你的信仰连结，从中获得安慰的一个过程。但如果你没有特定的信仰，这股力量同样的存在哦，因为你们即将显化的是一个内在的导师的能量哦。有些朋友啊，当你感觉到心里有一个空洞，或者是当你在人生重大决策感到迷惘的时候啊，你们都会显化出一种灵感，一个醍醐灌顶，一个让你知道怎么做的清晰感，或者你们可能会遇到让你感觉到心灵平静的人，他可能是精神导师，或者是一本书，或者是一个能够点醒你的观点。也许呢，它是你在安静冥想当中听见的一个声音哦。同时这张牌也提醒大家，不要再向外过度的去追求抓住物质上的一个安全感，因为那个可能会让你更混乱。我们真正要显化的是一个真正的可以让我们随时感到内在安定的一个心灯，一个指南灯哦。当我们开始依照内心那一份本来的智慧去做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将注意力从物质的担忧转化成这些真正重要的价值的话，我们会发现本来那一些让你感到很焦虑的事情，他们失去了让你焦虑的力量，原本的一些纷纷扰扰反而都化作了第三组朋友你们修行的一个资粮哦。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好，权杖七。权杖七代表的是你们家庭、你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界限感。好，不论是在家庭啊、职场啊，或是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守护我们的能量场哦。我们要显化出一个明确的边界。假设你比如说在工作上总是去承担一些不属于你的压力，或者说你在家庭中啊总是去先照顾别人的需求，让自己精疲力尽的话呢，这个月我们会显化出一个契机哦，让我们去看一看，就是你心中的某一个理想的蓝图。好，比如说理想的这个家庭样貌啊，是不是你习惯性的承担所有的琐事，或是毫无底线的退让去换来的这一种经营的一个样貌哦。好，你的自我空间其实非常的重要的。我看见你们将会展现出权杖七的一个能量，就是你会先处理好自己的需求，然后再协助别人哦。你们显化出了一种尊严感。也就是说，过去如果有一些人长期的习惯将你当成工具人，或是长期习惯就是要你做很多的一个事情，然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话呢，接下来大家你们会坚定起来，画出界限，而这些人他们反而会开始尊重你的时间，改变跟你互动的一个方式哦。所以你不再需要为了和谐而牺牲你自己，你也不需要再争取一些不对等的认可，因为我看见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已经懂得筛选能量哦。当你跟那些消耗你情绪的关系画出一条界限之后，
那一些真正爱护你的人事物才会在接下来的第2周、第3周慢慢的涌入到大家的生命中。其实你们追求的平衡啊，就是一种彼此尊重而且健康的一个关系哦。好，接下来看到金币的女神哦，哇，它是我们这个月很重要的一个显化的精髓哦。这张牌呢，告诉大家说，其实丰盛就是你的日常，你们即将显化出一种实体化的富足哦。也许有些朋友你会进行一次居家空间的改造，或者说你为你自己规划一个能够让你很安心读书的一个角落，或者是一个让你感到很舒适放松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布置哦。有些朋友啊，你们会显化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你敢于规划你想要的这个资产的目标，或者说敢于为自己的健康生活品质的提升去做努力做投资哦。这张牌象征着大家其实会把灵性的智慧跟生活经营生活这个能力完美的结合。女神的能量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并不是那个被琐事追着跑的人哦，我们是生活的艺术家。好，第3组的朋友，你们是生活的艺术家哦，你们开始有余裕去为自己选购各种优质的一个物品哦，你可以为自己规划放松啊，或是充电的旅行。你们的新生活样貌是建立在一种很踏实的优雅上面哦。我们能够好好经营我们的优质的生活，而不再是被恐惧匮乏所驱动。我看见你们有能量持续的创造各种美好的一个场域哦。你们显化出的是一种不论内在跟外在如何波动，你们都能够完美的去体现你的这种稳定感、女神感哦。你不会好像同流合污，你也不会被一些闲言闲语的这种就是八卦所影响哦，就是在这里闪闪发光，像孔雀一样，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你，你很稳定、很优雅、很从容、很自在。好，我们看到下一张牌是金币6。金币6啊，这张牌在能量上是非常温暖的，它代表的一种健康的财务流动，还有健康的合作互惠关系哦，也就是它是一种对等的资源的流动。所以如果呢，这组的朋友你们想要在职场去谈更好的条件，或是想要和某些人建立更公平的分工的话，其实这张牌都能够帮你去调度哦。比如说有些朋友你过去总觉得自己的贡献没有被看见，或是你在家里的付出没有人感激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显化的是一种全新的互惠的机制。你会在你的专业领域得到应有的报酬跟成就哦。那你跟你的伴侣啊，会规划出一个，其实说让2个人都能够感到舒服的这种财务或是生活的节奏。就是说接下来不是我们第3组朋友单方面的付出，我们显化出来的是懂我们价值的人哦。这个很像是在为我们自己种下一颗种子，土地呢会回报我们果实，还会给予我们养分。这种显化会让第3组的朋友，你们的新生活的样貌变得非常非常的轻盈哦。因为那一些真正可以跟我们同步成长，能够提供稳定回馈的人事物，都会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彼此建立的也是一个互相尊重、健康互惠的关系。好，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我们来到了圣杯4哦。圣杯4在帮我们显化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往内看的能量，也就是说第3组的朋友，你们会往内扎根。这张牌作为结尾是非常棒的，因为如果我们把生活理顺了，然后家都安顿好了之后，如果你的内在是空的话，那其实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个安定。这张牌帮大家显化的就是内在的静谧的空间。具体来说呢，我们会去显化出一种勇气，这个勇气是我们可以拒绝这个过度的纷扰，我们不要去卷入，我们可以拒绝，好，不要跟这样子的人事物来往。就算不小心
我们被牵连，我们也可以不随之起舞哦。好，我们在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哦，真正显化的终点并不是下一个更大的物质目标，而是我们终于学会了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不被带走的一个安定，我们能够拥有对自己情绪的完全掌控力。比如说呢，在这个家族中出现争吵，或是生活当中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状况的时候，大家绝对有圣杯4带给你的安定，带给你的力量。我们可以选择闭上眼睛，回到自己的中心，感受自己的心跳。我们知道我们拥有的一切已经足够了，所以第三组的朋友，我们的新生活会进入到一个内外平衡的高阶状态。我们拥有稳定，我们也有内心的安定，我们有生活的成就感，我们也有一颗柔软的心哦。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透过外界的掌声、别人的标签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了，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心这一座圣殿最佳的一个守护者。所以这个能量绝对是大家应得的结果，它是一个很平凡但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安稳。这个安定啊，也会陪着大家走向下一个更加丰盛的季节。恭喜选到第三组的朋友，那如果我们想要更快的显化好运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塔罗课程，把我们选择权抓在自己的手上。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哦。